前段时间纳卡冲突正在颠覆人们对无人机的传统认知，而在这场冲突中吃了大亏的亚美尼亚事后做出总结，他们认为从俄罗斯购买昂贵的苏三式战机是徒劳的，这些资本本来可以用来购买更多的无人机，最好是中国制造的。在这种背景下，越来越多的潜在客户开始青睐于超高性价比的中国无人机。事实上，在纳卡冲突前，中国彩虹、翼龙系列无人机就已经获得不少国外客户的订单，成为美国无人机出口的强力竞争对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媒体又开始了惯用伎俩，对中国无人机开始毫无根据的抹黑。近日，美国国家利益报道称，购买中国无人机是一个错误的决定，已经购买中国无人机的国家已经开始后悔。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，文章所谓的专家还举出了几个例子。首先是伊拉克空军的彩虹4无人机可用率不足，美国监察部门曾有一份报告指出，伊拉克空军10架彩虹4无人机只有1架可以用，其他都因维护问题无法使用。其次，在去年约旦空军官网曾出售6架彩虹4B无人机，似乎证明中国无人机性能不被看好。但事实是，伊拉克曾多次用彩虹无人机打击极端武装，使用强度太高，而伊拉克空军维护能力很低，无论什么样的无人机都经不起这样造。而且无人机本就是消耗品，而约旦之所以出售无人机，约旦空军司令曼苏尔·贾布尔少将曾表示，出售无人机是无奈之举，因为经费紧张，所以为了减少开支，找辅助机下手。据悉，很多国家的装备部门都访问了约旦空军的官网，从这也可以看出，彩虹无人机还是很受欢迎。不久前，美国太空公司卫星图像显示，埃塞俄比亚用精确制导导弹破坏了躲在丹沙机场的叛军，至少500名叛军被导弹连夜屠杀。而埃塞俄比亚空军苏27和米格23战斗机绝达不到这样精准轰炸。外界推测，和驻扎在厄立特里亚的阿联酋空军都有可能实施这次行动。埃塞俄比亚可能出动了彩虹4无人机，而阿联酋可能起飞了翼龙2无人机。虽然美媒如此抹黑中国无人机，但最好的广告却是美国给的。美国国防部曾多次禁用中国大疆无人机，但却屡次被曝光仍然还在用大疆无人机，照样还是用得很香。美媒急于抹黑中国无人机，也正好证明我国无人机对美国无人机出口影响很大。西方国家经常用贬低中国来抬高他们自己，但事实会证明一切。这段时间，美国的疫情再次以惊人的速度蔓延。数据统计显示，美国近5天感染就超过了100万人，单日死亡超过3000人，整个国家疫情都处于失控状态。美国疫情为何发展到如此地步？据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报道称，每分钟都有1到2个人死于新冠肺炎。全美911急救系统已接近极限崩溃边缘，尤其是即将到来的假期，未来几周美国疫情将会更加惊人。对于疫情乱象，一位曾经派往伊拉克的退役老兵，现在是一名抗疫前线的精神科医生表示，美国这场疫情比他在伊拉克前线所经历的还糟糕，每天都要失去2000至2500条生命。他指出，政府不作为，公众场所都是开放的，没有禁令，学校、室内就餐、大规模聚会、政治机会都是开放的，而各个医院则缺少个人防护用品、救助的医疗设备和药物。但美国疫情发展到现在这样，这些只是表象，并不是根源。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让我们看到了以往隐藏起来的真实世界，尤其是西方国家层出不穷的反制乱象，从拒绝戴口罩向病毒示威，到焚烧5G 基站以阻隔病毒传播，从牧师在电视台上公开诅咒病毒，到特朗普带头宣传喝消毒水攻击抗议人士等，这一系列在我们看来很迷惑的行为，却接连在西方上演。一直标榜人均文化、科学素养高的先进西方，为何有这么低级的行为不断出现，而且还不是个例，似乎是社会普遍现象。一般反智主义受教育力量、舆论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荼毒。首先，西方社会反智和政治力量很大关系，上层精英用掌握的资源力量对渔民反制宣传，最典型的就是戴不戴口罩问题。拥有先进医疗的西方会直到现在还判断不出口罩有没有效吗？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官员和媒体带头反口罩，根源其实就是中国提出来的。按照他们那套政治思维，会认为这是专制、侵犯人权。如果第一个戴口罩的是美国或者欧洲哪个国家，那就另一个状况了。而焚烧5G 基站则更典型了，最主要是西方向外强行推行的价值观，终于还是把自己忽悠绝了。美国就经常用这一套价值观害人，肆意在别国掀起革命，但因为长期强调民主自由，导致西方社会出现极端民主和极端自由，很多迷惑行为他们就可以绕到捍卫民主自由上。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就是欠教育。之所以做出这么多奇葩行为，归根结底还是受教育程度不高。很多人会想，西方怎么会教育程度不高？其实这是常年的一个误区，西方基础教育非常差，真正高素质的是在精英教育。这次疫情真的是把西方的虚伪面扒得底裤都不剩。有句俗话说得好，欲使之灭亡，必先使之疯狂。
最近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感觉，这段时间中国重大科研成果怎么那么多？科研界的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，国人都深感自豪兴奋。然而对于中国科技大爆发，西方国家甚至连伙伴俄罗斯的态度都相当复杂。西方国家现在都有同一个疑问：最近这段时间，从嫦娥奔月到天问探火，从北斗指路到天宫揽胜，我国在航天领域亮点颇多，硕果颇丰。在月面采样完成后，12月6日，嫦娥5号轨返组合体与上升器成功分离，将择机选择返回地球。在这之前，天问1号火星探测器成功起飞，展开火星之旅。期间，中国航天更是频繁发射了多枚遥感卫星，而长征5号 B 火箭成功首飞，标志着中国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首战告捷。在年底，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8号也有望首飞，今年注定又是航天年。而在12月4日，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中国环流器2号 M 装置建成并首次放电，标志着我国自主掌握了大型先进托卡马克装置技术。据悉，其等离子体离子温度可达到1.5亿度，相当于太阳心部温度的近10倍，总体参数已经是国际先进水平。而开发核聚变将极大解决我国能源的战略需求。在同一天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、陆朝阳等主导的研究团队构建了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，比现在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0万亿倍，比去年谷歌公布的量子计算机原型快100亿倍，成功实现量子霸权。这一成就对未来新材料的设计、通讯、人工智能学习等多个尖端科技领域应用潜力巨大。再往前追溯，华龙1号全球首推，中核集团福清核电5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，中国进入核电技术先进国家行列。在11月18日，我国首个深空天线助阵系统建成，为我国进一步走向深空拟定强大基础。在11月10日，中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坐底，深度达到10909米。关键是在这种海底深度还和地面平台进行了实时通话和视频。在11月6日，中国还发射了全球首颗6G 试验卫星。而对于中国科技集体大爆发的消息，西方国家都有个疑问：中国究竟想干什么？而最近这段时间，各西方媒体或政客几乎都是同一口径：中国要挑战甚至取代西方主导的全球霸权。就连俄罗斯人都表示，阅读太多有关中国成功的新闻，我不能适应这样的事实。小时候我住在一个伟大的国家，现在确实在西方国家的认知中，一个崛起的中国并不符合其利益，说到底是他们怕了，怕他们长久以来的优越地位被颠覆。但这样的狭隘眼光根本不懂上9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情怀。在12月4号，中国成功构建了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，实现量子霸权。9张有多牛，用一句话就能形容。在计算玻色采样问题时，它花1分钟，目前最快的超算需要1亿年。近日，俄罗斯媒体 Top2 刊文指出，中国的量子计算原型机比现有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0万亿倍。拥有如此强大计算能力的设备，军事潜力强大。中国军方也对这非常有兴趣，尤其是安全系统和特定武器中使用的人工智能技术，正在考虑制造完全由计算机控制的新一代战机的可能性。中国可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战机，甚至让现役的歼20都看起来过时。未来战机必将是高度自主化、信息化、智能化路线，而量子计算将引领未来智能空战，这是中美又一竞赛领域。在今年8月，美空军还进行人工智能大战王牌飞行员的演习。在5轮模拟空战中，人工智能以5-0的比分击败人类飞行员。同一个月，成飞也进行了一场人工智能大赛，但却是无人机和无人机之间的智能对抗。整个过程没有飞行员参与，全是人工智能算法进行较量。这一理念比美国还要超前。如果基于量子计算发展出超智能战机，那么现役的所有战机都将黯然失色。事实上，量子计算机还能够解决密码破译和材料设计等重大难题。量子计算能够改变现有的加密技术，其实破解加密技术就是列举每一个可能的算法，而量子计算能够超短时间内排列完所有加密算法。那今后的战争还有何秘密而言？而现有的军事通信手段被破译，应对措施就是发展绝对安全的量子通信。但在量子通信领域，恰恰中国又走在了世界前列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指出，如果有国家率先实现量子计算成熟化，将量子计算发展为应用技术，那么这个国家将在军事领域具有超前能力。量子产业联盟创始人保罗·施蒂莫斯指出，中国有一颗量子卫星，其他国家没有；他们有一个量子通讯网络，其他国家也没有。
现在可能又要加上中国有一个最先进的量子计算原型机，其他国家还是没有。事实上，尤其对于美国、俄罗斯这些广泛依赖加密来保证军事行动、外交通信或其他敏感数据的国家来说，这可能是一个分水岭事件。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，都害怕因此失去军事优势。对此，有俄罗斯在底下评论：显然，中国的时代到了。的确，嫦娥5号、量子计算机、人造太阳接连问世，中国正在经历科技爆炸阶段。